当马克西收起了他的微笑，他隔扣了爱德华兹，狂砍39分，拿下了比赛。Tyrese Maxey 与 Anthony Edwards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与渊源？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其实马克西与爱德华兹最早在5年级就有交手过，当时他们还不认识彼此。I think we were in the 5th grade. Oh wow! Yeah, short, chubby, strong, and now he's that. 中学时期的马克西没有太多的机会与爱德华兹交手，为了与自己身边的兄弟和朋友一起打球，马克西选择了家乡德克萨斯的公立学校 South Garland High School 征战德州州内的比赛。在高中的前2年，他显得默默无闻。高3的州半决赛，马克西狂砍46分，打破了德州传奇球员前 NBA 球员 Ira Terrell 在1972年所创下的45分的历史纪录。而高3的暑假，马克西在EYBL 之中大放异彩，在 PGM 中，他大战全美第1高中生科尔安东尼，也让自己收获了大量名校的 offer。另一边，高中的爱德华兹起初就读于佐治亚州的公立学校 Therrell， 征战佐治亚州的高中联赛。之后，他又转学来了私立学校 Holy Spirit Prep， 参加 Prep School 的比赛。而在暑假，爱德华兹也没有选择打 Nike EYBL， 而是选择参加 Under Armour 的 AAU 比赛 UAA， 并在那里打出名堂，成为了5星级高中生。虽然没有在高中交手的机会，但是爱德华兹与马克西这2位5星级高中生，还是在高中最后的麦当劳全美全明星再一次相遇，并成为了朋友。And me and Ant like homies. Yep, we was like just from EYBL and the no, camps McDonald's. and all that stuff. Oh, McDonald's. We became me, him, and Trent Watford became real cool. 高中毕业，马克西选择了自己儿时的梦校肯塔基大学，而爱德华兹留在了自己的家乡，选择了离家更近的学校佐治亚大学。他们同时来到了 NCAA 中竞争最激烈的联盟 SEC 东南联盟。19岁生日当天，马克西与整支肯塔基大学来到了篮球卖家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他即将迎来自己大学的第1场比赛。他们的对手是由名帅 Tom Izzo 教练所带领的密歇根州立大学。19至20赛季开赛的密歇根州立被评为全美第1，他们连续3个赛季取得 Big Ten 联盟的冠军，也刚刚在几个月之前打进过 Final Four， 距离总决赛只有1步之遥。在被决赛拒之门外之后，球队的核心成员温斯顿、蒂尔曼、亨利等人纷纷留校。这个赛季，他们志在赢得全国冠军，但是马克西却开心不起来。就在比赛之前的训练，主教练卡利帕里刚刚对马克西发了脾气，剥夺了他的上场机会。And I turned the ball over at practice, and Cal started screaming, like, "You're not effing playing. Like, I'm so glad we got action in, man. You not put. Hey, KP, tell him you're not getting in the game." I was like, I almost had tears running down my eyes. I'm like, Coach, I done worked hard all my life to get this. I'm not gonna play. Like, I thought I've been doing good. Like the whole like preseason stuff. Like, I'm not gonna get in. 然而比赛开始后6分钟，马克西还是获得了出场机会。他顶替首发的 Ashton Higgins，12投7中，得到全场最高的26分，首秀就砍下26分。即使是在群星璀璨、充满天才球员的肯塔基大学队史，也没有1个人能够做到。巧合的是，短短3周之后，夏威夷毛伊岛的第2场比赛，爱德华兹与他的佐治亚大学也遇上了这支密歇根大学。在输给肯塔基大学之后，密歇根州立的全国排名掉到全美第3，但是他们的实力仍然明显高过佐治亚大学。上半场，密歇根州立就建立了20分的领先，爱德华兹10投2中，仅仅得到4分。下半场前4分钟，密歇根州立已经将分差拉大到了接近30分。然后，爱德华兹开始了他爆炸的得分表演，他带领佐治亚打出一波20比3的冲击波。整个下半场，他得到33分，他凭借各种急停3分和干拔3分，几乎以一己之力将20多分的分差抹平。全场比赛，爱德华兹得到37分，3分球13投7中。最后几分钟，分差一度被缩小到只有2分。虽然最终爱德华兹的得分表现并没有改变结局，佐治亚以85比93败下阵来，但是这场比赛成为了爱德华兹整个大1赛季的代表作。短短3周之内，马克西与爱德华兹先后对阵同一所名校，打出了自己大学生涯的代表作。然后他们在 SEC 的赛场正面相遇。当佐治亚大学回到 SEC 联盟，他们在 SEC 常规赛的第1个对手正是肯塔基大学。比赛开场，爱德华兹就连续进攻马克西，帮助佐治亚大学取得5比0的领先。他能利用身体优势去欺负对位的马克西，也能在换防之后利用动作速率去错位小打大。整场比赛，爱德华兹17投8中，得到23分。但同时，另一边的马克西同样表现出色，拿到17分、8个篮板、8次助攻、4次抢断的全面表现。最终，肯塔基取得比赛的胜利。在那场比赛之后，马克西知道自己一定能被 NBA 球队选中，于是，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去上过课。From our first all the way up to January, I went to every single class. We played against Anthony Edwards in Georgia. I had 19 points, 8 assists, 8 rebounds, 4 steals, 2 blocks. The next day was Wednesday. I was like,
I'm not going to class. I'm not going to class, man. I'm going to the league next year, man. I'm sorry, I can't go to class. I don't go to practice. I'm not going to class, man. 大一赛季结束，爱德华兹与马克西几乎在同时签约了里奇保罗的经纪公司 Clutch Sports， 宣布参加 NBA 选秀，并一起参加了 Clutch 的 Pro Day， 在詹姆斯、安东尼·戴维斯、德拉蒙德·格林以及一众 NBA 球探与管理层面前展示了自己。最终，爱德华兹在2020年选秀的第1顺位被选中，而马克西在第21顺位被选中。在所有先于自己被选中的20位球员中，马克西只认可爱德华兹比自己更好。I want to know how many people that came out the draft with you better than you. You know, my opinion, I don't think nobody. So That's what I'm saying. I'll say this though, I got some. I love Anthony Edwards though. My draft for sure, big time. 尽管场下已经是多年朋友，球场上爱德华兹还是会对马克西狂喷垃圾话。Me and Ant go all the way back to high school. And he be like, "Reach, I better get him off me. I'm like cooking." Oh, that's what I was about to ask. He gonna tell you about it. He gonna tell you about himself.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f he cooking you, he gonna let you know about it. 而在今天的比赛中，马克西很明显被点燃了。他26投18中，得到39分8次助攻，力压爱德华兹的28分，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作为同龄人、同级生，却经历了不同的成长轨迹。2026年，在职业生涯的第6个赛季，马克西与爱德华兹分别成为了东西部全明星的首发球员。可以肯定的是，这对同龄人之间的竞争还会一直继续下去。We knew we were gonna be competing against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so it's all love.